我今天有个主题，就是43期。但是最近就发生一件事，所以我真的很兴奋，就要跟你分享。然后在这之前，我先跟大家讲，就是小克呢，他就是常常问我说：“哎，你要不要再来录一下聊聊人类图什么的？”我就一直没有回应。但是我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我发现说，我觉得我真的好像开始可以用我的自身的经历来跟大家分享这条通道了。我们会以聊自己最近发生的故事，然后来带人类图的知识。对，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你讲书上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讲，就是反正那些字你也看得懂。但是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就是从我的角度，我体验了它。然后就是你怎么把那个知识这样活出来的那个示范，对，就是整合了这一切，整合了我自身的经验，所以它当然会带有我自己非常主观的观点，这个也不代表所有人都是这样子。跟你讲，我要分享这条通道，我为什么很兴奋，你知道吗？因为以前我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就常常跟我讲说，Miranda，你不要一直讲好的一面。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有它的两极化，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二元性都有它的二元性，但是我的确我就是会喜欢讲那个好的一面。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一直不愿意承认我自己有腹黑的那个部分。但最近因为发生一件事情，真的让我很惊讶，原来我真的有，然后我就瞬间理解了我们在书上面所学到的那些文字，真的就开始栩栩如生，变得很立体。反正这条通道呢，就在讲说友谊，我们会伸出友谊的手，然后我们就是一群非常容易跟你在餐桌上面缔结关系，他就是很容易付出承诺，然后去照顾别人等等，哇，人超多的，就是因为他是我的那个地球跟太阳，也就是他是我的人生使命嘛。我这辈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要把这条通道活出来。你的主题就是我的主题就是要把这条通道活出来。但是我真的对于这条通道，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这是我吗？好，那等一下 Miranda 在讲她故事的时候，你也可以想想看，说你有没有跟她很雷同的反应。那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因为就是一张人类图有这么多元素，对啊，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也不是说你们两个都有一样的通道，你们就会有一样的反应，对，不是这样子的。Amy 是一个非常尽责的人，然后呢，她是今年1月的时候来我们家。从人类图的角度来看，她其实是一个情绪中心空白的人，人生角色是4/6，所以你知道吗？她其实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是她情绪很稳定，她是很能沟通的，然后呢，她也不会有那种就是我觉得就是浑水摸鱼啊什么没有，就都很仔细。4爻人就是好朋友嘛，所以其实她跟我们就会保持一种很亲密，但是又有一点距离。有一天，因为我回来台湾了嘛，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看到，Amy 来加我那个 Facebook 的朋友，然后呢，我就很兴奋，你知道吗？加完他之后，那时候我还跟我哥哥开玩笑说，我都没有看到他的小孩什么的，然后就看他的相片，看他的相簿什么，看一看之后呢，滑一滑之后，我就跑去洗衣服了，然后我就把我手机留在客厅。等到我回来之后，我发现说，天哪，我的那个讯息都爆炸，整个超满的。然后我一看，它上面就写，就是用英文写说：“太太，快点，我有急事要跟你说，然后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吗？”然后什么，我整个就一个4/6人是不会这样慌张的讲话的。可是我跟你说，那时候真的已经就是很紧张，然后我就想怎么了？我那时候好害怕，因为你知道现在病毒啊。然后我不是又在台湾，我很怕说他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然后或者是他要离职吗？他要回去吗？我就心里面开始有那个脑补，对，我开始脑补。然后我就说你不要紧张，我说我打电话给你好不好？然后我打给他都没有接，他没有接电话，然后我就想完蛋，到底怎么了？后来他回我的时候就说他说太太，你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吗？然后我就想OK， 什么电话？赶快给他台湾电话，但是他又没办法打国际电话来嘛。后来我才知道说不是他，那个人更不是他，是他的账号是被人家。因为你应该有他的 WhatsApp 吧？可是我跟你说，那时候或是他应该早就加了你的电话，不管是台湾或有。但是我跟你说，当下我的情绪上来，我很紧张，然后我想说。怎么就鬼遮眼？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这种情绪权威，情绪上来了，就有的时候真的是看不清楚真相，就一直很紧张，想说现在很紧急，然后你就没有好好的思考说这件事情发生的缘由。对，静下心来开始看他的对话，我就知道说这个人不是他，这个人不是 Amy，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解释我就说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是他的男朋友，然后呢，他为了取信于我，他开始 send 很多照片给我，然后里面是 Amy 跟我的孩子的照片，然后还有 Amy 跟他视讯的照片。那当然，我看到这照片，我是心里面那是有点慌张，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这里面有我的小孩，你的私领域被侵入了。对，我心里面一方面很害怕，但一方面你又要知道你到底为什么要来找我。Amy 就跟他分手了，然后他其实就有点不甘心，他等于是要跟我告状，然后如果他跟我告状，我就会没收 Amy 的手机，或者是取消他的休假，那他就不能出去了嘛。懂。然后他就是很在意，因为他就觉得说他已经在跟别的男人约会了，然后他心里面就觉得很受伤，所以他就希望我仲裁这件事情，然后我站在他这里，然后我就是把这个 Amy 这边处置一所以简下。单来说，就是 Amy 的前男友盗用她的 Facebook 账号来联系你，对，然后只是为了要你遏制 Amy 去跟别的男人约会。对，这我跟你说，事实三七，他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如果面对外人的时候，我在面对这个前男友的时候，对我来讲，Amy 是我的自己人，所以呢，不管他做对做错，其实我 always 是护短的。我一定是护着我自己的，然后炮口对外，所以你知道我心里面一方面又很担心我自己，我家的住址是曝光了，然后什么的，但是我对外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你已经是大人，你要成熟一点，而且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就处罚他，因为呢，我觉得他工作他的表现很好，然后谈恋爱是他的自由，你们已经成年了，就我一直还是好像在讲的是一个很客观，然后我是挺他的，我是挺 Amy 的。但心里面还是有点担心，因为这一点就是家族人通道属性的展现啊。因为当你知道你自己的私领域或是家庭成员可能会受到侵犯的时候，这件事情是让你警铃大作的程度。我是很难让别人来讲我的自己人的。比如说，当你认定，不管是你的家人或是你的工作伙伴、团队伙伴，我不让人家讲。然后外人就是陌生人、不熟的人，或者对我来讲就是没有那么重要的人，排序上没那么重要，我就觉得干你屁事。他做了什么，他犯了什么错，那也是我来仲裁，完全护短，就是不管他好或不好，做错、作恶多端，只要他是我的人，就算要教训，也是我们关起门来的事。对，这就是家族通道的。对，因为这个关系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家族人他很不同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可以他先把对错放一边，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不分是非黑白的人，不是，而是指面对外人的时候，我一定是先护着他。然后我跟你讲，然后事情故事转折来了，就是呢，这个男生他一直想说，他一直攻不破我的心房，你知道，他就跟我突然讲了一句话说 ，Amy 跟我说，你先生也很棒。他用英文说，对不对？他原文怎么讲的？他说 ，Ma'am, you also have husband, and she says your husband is good。我真的是一瞬间哦，我觉得我整个情绪翻腾。可是我不认识你老公，我也觉得你老公很不错啊，有什么好翻腾？他都可以就是让你抛家弃子，然后回来台湾上课5个月都不用回新加坡。对，他1挡2这种老公去哪里找？对他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啊！但他没有说错啊，怎么了吗？我并不是担心说，我不是说对我自己没有信心啊，我觉得我这个 Amy 很漂亮，然后会被抢走，不是。我跟你讲，我当时那个感觉就是说，你要干什么？我觉得我的资源会被掠夺。家庭地位上的威胁，这是我的家，然后我就觉得说，你要干嘛啊？然后我跟你讲，我那个是一瞬间的想法，对，没有办法思考，对，能反应。但我今天跟你们讲说，我对这个感受是，我觉得我的资源被掠夺，那是我已经清醒过后了。你知道我当下整个情绪就是一个翻转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对外我还是很冷静，但是我已经把我的手机拿起来，然后开始敲我先生，然后开始跟他讲，然后我还跟他讲说，他居然跟我讲这一句话，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是为了要激怒你啊。他说这个一看就知道就是一个，你知道，就是已经疯掉的一个人，然后他就想要报复。他说他的话我不用相信，但我跟你讲，我那时候没有要放过他，我就跟他讲说你要给我一个交代。然后我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要把 Amy 叫起来？
我那时候真的就是好生气，而且因为你的情绪内在权威已经整个人，我已经压起来了，就整个埋没了你的理智。而且你看，我刚才一开头是不是跟你讲，其实我对他，我真的觉得他很忠心，然后他什么事都做得很好，但他做好他的本分，他也顾好你的家庭。对，但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只要有人动摇你的家庭，或是掠夺你的家庭，就是部落内的资源这件事情的话，对你来说那个严重性也是很高的。我一定跟你死磕到底。所以这个故事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前面那一段你都还好好的在处理前男友，虽然还有那个优雅，有没有？对，因为虽然你前面觉得说哦，就是搞什么东西，害我以为就是家里出了什么事，然后你在那边跟我讲什么鬼这样子，但是后来就是他丢了一个烟雾弹，然后好像是太太你家的资源要被掠夺了，你的女主人地位可能要不保，可是也没有到那个程度，就是有人要来瓜分你的资源这样子，了不起就是娶个小老婆啊，不是啦，就是真的就是这个感觉，真的就是这个感觉，因为你一定心里就想的就是哦，所以就是我不在新加坡的时候，你在做什么？然后里面吃香喝辣的。我们在外面，比如说我带他出去的时候，我从来不会说他是我的佣人。我真的就是像朋友，我从来没有一种我是我是女主人，然后呢，你就要帮我提包包，你就要帮我推车，你就要什么？没有，我不是这样子的。我一直都觉得我是很公平，就是很平等的。可是那就有点像是老板跟员工啊，比较像是雇佣关系。对，可是其实我并不想要营造这个感觉，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那个当下，我跟你讲，我心里面就是只有一句话，就是你这贱人，你到底想要做什么？然后呢，我这么照顾你，无辜的，他蛮无辜，但我不管，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疯掉了，我已经疯掉了，然后我整个情绪已经就是鬼遮眼了，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开始翻旧账。我跟你讲，就是我朋友以前就常常讲说，Miranda 有一本小本子。隐形的小本子，笔记本写下来。我们有一个隐形的小本子，就是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在本子上；但你对我不好，我也都记在本子上。就是看能不能功过相比。如果不行的话，我跟你讲，此仇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天哪，很可怕，真的很可怕。然后，如果是在古代，然后我认识你的话，我是早就死掉了。我一定会的，是会掉到井里，然后被捞起来。我们俩如果是在后宫的话，你一定会被我弄死。好可怕！可是等一下，问题是你都还没有跟 Amy 对到话，然后你的内心小剧场就已经这么多，然后你老公要给你交代了吗？他说的交代到底是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很晚了，然后不要现在明天早上明天再讲。然后呢，那我也同意，因为我是情绪权威，我本来当下也不能讲。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就突然醒了，突然回神。他说你明天再做决定。然后我就没有要放过他，我就跟他说明天几点？明天早上，他说明天早上10点，我就要知道你最后要怎么，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我整个就已经真的是很生气。好，其实这件事情我们最后是很圆满的处理了啦，然后就也没有什么事，一切都是一个因为被分手的前男友，然后想要报复，然后在那边挑拨离间，所以其实好好的 ，Amy 也好好的，然后你的家也都好好的。对，但我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有求证啦。然后我当时就是隔天早上睡醒的时候，我就很坚持我要跟他 video call，视讯，然后呢，我要看着他的眼睛，我要知道你有没有骗我。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昨天晚上有一个人号称是你的朋友来加我 FB，然后我就稍微跟他讲说，你认识这个人？我就装傻，我说你认识这个人吗？然后他就愣住，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认识这个人，他就向你吐实了。对他一诚实，他一坦白，我跟你讲，我就心软了，我就觉得，对，他是自己人，他没有，就是说他还是很。我懂。对，然后我就完全，我跟你讲，昨天那些生气就烟消云散。因为是自己人，所以才可以有什么就说什么，开诚布公这件事情在家庭里面很重要。然后他也马上就讲说，就是这个人为什么会来找他，然后我就跟他说，他有我孩子的照片，然后我就说他知道我们家在哪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知道我们家在哪，因为是这个男生帮他申请那个中介，所以就会有地址。但是他就说，这个男生并不在新加坡，他也不会来。然后他就是把中间这些细节，就是好好认真的跟我细数。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就没有真的，我们就是家族人就是这样子，就是讲开了就好。就是，但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你的情绪过了，因为你在那个情绪
高点的当下，在那个愤怒的当下，你其实真的是看不清事实，然后你就是急着想要解决。所以呢，情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看，就是我的情绪没有起来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可以很抽离的看待这件事，或者是我们讲就是稍微客观的看待这件事。但是当你的情绪被点燃，或是我们被激怒，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个东西没过，那个情绪上来的时候就开始蒙蔽了。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协议。3740，就314非常在意的是协议。那协议呢，就是我们应该把它讲得更深入一点，就是说代表这件事情已经不只是你一个人，因为如果我是我自己，我不用跟我自己签约，对不对？我自己就我自己高兴怎么活怎么活。但是如果今天我跟你是一个雇佣关系，我跟你签下这一纸合约的时候，这里面就代表你有你的身份，你有你的角色，你有你应尽的职责跟义务，然后我也有我要扮演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情绪就是很在意的，就是说我们讲好的到底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就是角色，你有没有认清你的角色？然后这个是我这次最惊人的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一直觉得我的阶级意识没有很重，真的。你真的是不是很了解自己？对，我就不想承认这些，我不自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说其实是有的。在这个协议里面，你自己的角色以及阶级 ，Amy 是我的家人，那我先生也是我家人，小孩，那你觉得他们一样吗？不一样，肯定是不同的，就这个重要性是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今天在面对的是他的前男友的时候，那 OK， 那 Amy 的外人，对外人跟外人比，Amy 的角色重要性在我心中是很高的，对不对？可是如果今天是 Amy，你要弄我自己人，比如说你要弄到我的先生、我的孩子都有一些安全上面的疑虑的时候，对不起，你的阶级是我们要重新排序一下，最高是我先生，然后我孩子，然后才会是你。对，所以这个阶层在家族人里面，我觉得很多数的人都真的会比较避讳去谈，因为好像很怕被就是世俗社会的道德贴标签，说啊你歧视啊，然后你就是有什么阶级概念啊，就很感谢你跟我们的分享，因为人很多时候真的都很自私，但是他要愿意公开的讲自己腹黑的一面是蛮难的。你看，虽然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也认清蛮多，我也认识我自己耶。你在没有实质的损害之下，认清自己比较暗黑的一面。对，在认清这个过程中，没有失去什么，你没有失去资源，你没有失去你的地位或是你的职责。对，然后我跟 Amy 还是很好。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宝贵的，这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我真的觉得。然后也包含就是你情绪内在权威的运作方式。对，很重要。你有发现这一点，对不对？就是我发现这条通道真的，你的情绪是一个关键，所以还是在呼吁大家，就是不管你是什么类型，如果你有这条通道，情绪的当下就是鬼遮眼，你什么都不要做，你赶快去睡觉。然后你可以让那个情绪上来，你可以去观察你自己，胡思乱想，你可以写很多小本本，你可以干嘛？你可以在心里面一直干掉它，然后但是不要行动，不要当下去做一些事情，因为或做决定，因为我们说情绪的周期过了之后才可以做决定嘛。但是如果这件事真的很急，你至少像 Miranda 一样先睡一觉，因为你真的睡醒，那个情绪比较当下，对，你才会。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情绪内在权威，但是我接的通常会也是不一样的，我是3955，你是3744，对，所以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最近都有一模一样的感受，就是情绪上来的时候，你就是去找一个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的人聊天。像我就是最常就是找 Miranda 聊天，就说我又爆炸了。应该从我的案例，你们应该很清楚的知道说，真的在不同的情绪的状态，你真的看待一件事情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对啊，所以就是当下真的很容易被蒙蔽。所以无论如何，如果你是情绪权威，不管你有没有这条通道，其实都不要在当下做决定啦。OK， 好，今天谢谢你们听我的分享啦，谢谢你这么掏心掏肺。那下一次影片我们再聊一下我们的太阳地球好了，2034。OK。